今天凌晨，菲律宾2艘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临近海域。其中一艘4410号船故意冲撞中方2155邀艇，导致发生擦碰。非4410号海警船在非法冲闯仙宾礁临近海域受阻后，再次非法冲闯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局表示，中国海警对非肇事船只依法依规采取管控措施，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8月19号，菲律宾4410、4411号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临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只采取管控措施。3时24分，非4410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以不专业、危险方式。 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2155邀艇，导致发生擦碰，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对包括仙宾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发布的视频显示，3点23分，非4410号海警船位于我方2155邀海警艇左舷，故意冲撞我艇，并发生碰撞。 3点25分，4410海警船位于我方2155邀海警艇左舷，突然转向冲撞我艇。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8月19号6时许，非4410号海警船在非法冲闯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临近海域受阻后，不顾中方反复警告、航路管制，再次非法冲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 中国海警对非肇事船只依法依规采取管控措施，菲方一再挑衅滋事，违反中菲双方关于仁爱礁非法坐滩船只生活物资补给临时性安排，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6月17号，菲律宾违背承诺，派运补船、充气艇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企图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物资。中国海警对非船艇依法采取警告拦阻、登临检查、强制驱离等管制措施。这是中国海警首次对非船只实施登临检查，也是自6月15日中国海警行政执法程序规定正式实施后，中国海警首次开展对外执法行动。之后，中方持续同菲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磋商，并于7月22号就补运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 7月27号，根据中菲方达成的临时性安排，在中方海警部门的全程监管下，菲方进行了一轮生活物资补运。补运是在中方提前得到告知情况下进行的，经中方现场确认，运送的仅为人道主义生活物资，中方予以放行。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当时表示，希望菲方信守承诺，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管控好海上局势。 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仅剩不到80天，特朗普和哈里斯都来到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分别举行竞选集会、巴士巡游等活动，拉拢选民。特朗普则继续对哈里斯展开攻击，称他比现任总统拜登更容易被打败，还说他的笑声像个疯子。Have you heard her laugh? That is the laugh of a crazy person. 当地时间17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的一场竞选集会上继续对哈里斯展开攻击，称他比现任总统拜登更容易被打败。此外，特朗普还和哈里斯比美。They said no, her biggest advantage is that she's a beautiful woman. I'm going, huh? I never thought of that.
I'm better looking than she is. 特朗普还猛烈抨击了哈里斯前一天发布的经济政纲，并将她描述为一个激进分子、极左人士。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对哈里斯展开了一系列人身攻击，也引发共和党内部担忧。他们害怕这会激怒一些温和的中间派选民。与特朗普前后脚，哈里斯和副手人选沃尔兹也将到访宾夕法尼亚。据统计，特朗普和哈里斯今年都已分别访问宾州6次以上。特朗普7月遭遇枪击一事就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巴特勒县。当前两大阵营的候选人都在争夺这一个关键摇摆州。入主白宫需要270张选举人票，其中宾夕法尼亚州占据足足19张，远高于其他的摇摆州。因此，也有谁拿下宾夕法尼亚就拿到了白宫入场券的说法。2016年，特朗普以领先不到1个百分点的优势拿下宾夕法尼亚，并入主白宫。2020年形势逆转，拜登在宾夕法尼亚获胜，但领先优势仅为1.2%。左右该州选情的2个因素在于，宾州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略高于其他关键州。此外，该州75%的人口是白人，这些都被视为对特朗普有利的因素。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在宾夕法尼亚取得微弱的领先优势，但距离投票日还有80天，一切仍存在变数。有意思的是，宾夕法尼亚北安普顿郡如今成为总统竞选的焦点。外界发现，这个郡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预测能力。1920年以来的历次总统选举，北安普顿郡选民挑中的人选几乎都入主了白宫，只有3次例外。1968年，他们没选共和党人尼克松；2000年和2004年则都没有选择共和党人小布什。该郡在人口构成上拥有较高的多样性，政治立场也非常摇摆，往往是一小群人最终决定大选结果。这和美国大选的整体格局非常相似。不过，目前北安普顿郡居民对于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看法不一，也就无法从中预测美国大选的整体趋势。The economy is horrible. We need change. 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当天则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竞选集会，这里也是他的故乡。We believe in the promise of America. We just have to fight. 当地时间18号，沃尔兹和哈里斯将来到宾夕法尼亚展开一场巴士巡访。这是哈里斯和沃尔兹携手参选后首次在宾州展开竞选活动。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表示，巴士巡访的重点将聚焦与选民面对面接触，这也是民主党阵营拉拢选民的重要方式。结束巴士之旅后，他们会前往芝加哥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巴士巡访是西方选举政治中的传统拉票方式，相比于大型集会，巴士巡访更加私人化，也能拉近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距离，是一种更具个人色彩的竞选方式，受到许多候选人的青睐。此外，竞选巴士之旅也提供了良好的视觉效果，可以增加候选人在媒体上的曝光度。Oh, Pennsylvania is absolutely at the center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strategies of both campaigns. The challenge for both of them is to win over those voters who are going to support them but might not show up because of the level of frustration with politics generally. So it's a key state in the key region, and you can expect lots of visits to Pennsylvania between now and November for these two campaigns. 事实上，哈里斯和特朗普阵营连日来花钱投广告一点也不手软，其中很多的经费都流向宾夕法尼亚。进入8月以来，双方已经为此烧钱近2.5亿美元，比2020年大选整个8月花费还多19%。相关开支后续可能继续上涨。深圳卫视注意到，双方投广告的思路有所不同。共和党方面聚焦传统媒体，最新调查显示，在电视上，特朗普的竞选广告播放次数远高于哈里斯团队。民主党阵营则在数字媒体上的投入力度远高于共和党。拜登退选后，哈里斯在谷歌和脸书母公司 Meta 已支出5700万美元的营销费用，是特朗普阵营的10倍。在哈里斯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中，最新一则视频发布于当地时间8月15日，内容是一段同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的对谈，并揭露了当时哈里斯打电话通知沃尔兹成为其副手时的细节。I called you, Tim. Yes. You didn't answer, Tim. I know. What happened? The most important call of my life. It popped up, and we didn't recognize the caller ID, and it went to voicemail. Hi, this is Jim. I'm not able to answer. There you go.
视频已经累计有150万播放量，成为哈里斯账号内点击量最高的一则。相比之下，特朗普方面的广告策略则是对民主党阵营展开直接攻击。据美国机构预测，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将是有史以来最昂贵但最分裂的一次。候选人在各个平台花掉的政治宣传费用累计将超过100亿美元。